美國拳王挑釁中國選手，被連踢三腳爆頭，嚇得屁滾尿流。中國人的豬腦袋太脆弱了，我一腳就能踢爆一個，根本就沒有挑戰性。說出這番無恥言論的，正是眼前這位美國的拳王詹姆斯·馬佐爾。他在美國綽號叫頭部粉碎者。這一次來中國，親愛的觀眾朋友們，他也是囂張跋扈。目前連續打贏了3名中國選手，而且都是被他打成重傷了，也是越來越猖獗。然而面对如此囂張的言論，中國腿法高手我們的中国小将王玉虎也是霸氣出山，挑戰這個囂張的美國佬。您現在看到的就是中国小将王玉虎，今年很年輕啊，才23岁，但是練腿13年，10歲便開始練習腿法。他從小出生在山裡，可以說從小到大啊，有一件事情，他所有的柴火家中的都是他用腿给劈出來的。那麼这一場比賽到底是誰勝誰負？親愛的觀眾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的，第一回合比賽，紅方選手我們的中國腿法高手小將王玉虎，藍方選手美國拳王头骨粉碎者馬佐爾。這個美國人打拳啊，跟這個日韓的選手不太一樣啊，他們這個喜歡打冷拳啊，某一個時間段突然這種短時間內的爆發還是很猛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王玉虎也是没有着急啊，打站立的话两个人其實都還好，不是說那麼的強但也不弱，還是在找機會。漂亮，這一記回身踢有邱建良那股味道。那麼觀眾朋友們，可能您不知道啊，王玉虎之前呢曾經是在邱建良的拳館裡啊學習過很長一段時間，所以說他正常來算的話應該是邱建良的弟子。好的，被逼到攔腳，我們的王玉虎還是這個想要打上幾拳啊，這個位置很不錯，漂亮。我也想手，我不管比誰，你看是吧？打得很主動，這個王玉虎打得很主動。哎呦，馬佐爾的防守啊問題很大，感覺像是有短板一樣。3拳，可以看到馬佐爾這個鼻梁已經紅了啊，差一點被我們的王玉虎打斷。很具有穿透力，他這個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其實這個美國拳手啊，可能是受到這個拳擊的影響，所以說他們打自由搏擊的時候特別喜歡就是抱身啊，就不停的抱身拖時間。碰到這種選手一般來說也是很難受的。但是我們的王玉虎呢，恰恰相反，他不是那種特別壓迫式的選手，所以也不着急。好的，哎呦，這一腳差點是踢中了馬佐爾的襠部啊，很危險。這要是一腳踢中，估摸馬佐爾這輩子就跟他媳婦兒啊沒有什麼生活可言了。如果說是隨着比賽的進行呼氣出來，自己也要小心。看馬佐爾一貼身，馬上就氣就上來了。實際上，他現在這種貼身是一種消極的防守，不是主動的這種進攻的方式和態勢。現在給人打懵了，但只有靠這種。好的，你可以看到馬佐爾再一次啊被裁判分開。裁判這是要太過於消極比賽，黃牌。這小子必須得打了啊！再這麼消極防守的話，怕是要被直接罰下場。哎呦，馬佐爾再一次被這個裁判分開了，裁判可能也是有些生氣啊，黃牌都已經亮出來，竟然還這麼打比賽。有的這種後發力的這種情況，對於王玉虎呢也是不利。對，王玉虎調整好自己體力很重要。第一局的比賽啊，特別的緊。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啊！第一回合比賽打得還是很兇的啊。雙方選手都展現出了這個差不多的應有的水準，但是我相信我們的玉虎可以在第二回合打得更好。我們可以看一下回放，在這個第一回合雖說啊馬佐爾這個消極防守，但是在這個空檔中，我們的玉虎還是打出了很多的這個有效擊打。好的，第二回合啊馬佐爾也開始這個逐漸的嚴肅起來啊，沒有之前那股囂張勁兒了。漂亮，可以看到我們玉虎這個腿啊特別的有力量。那麼他以前劈柴的時候也是早上醒了啊，先劈1000塊柴，然後中午再來500塊，晚上再來1000塊，這一天才算是過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個腿啊特別的有力量，肌肉很厚。安迪蘇瓦呢是非常的像，就是以左右的平勾、击鼓勾拳、斜以低掃踢。那這場比賽他出的這個直線的拳法。现在王玉虎回合这种开局，我们没想到原因就是体能下降太明。第一回合出的太早，
他现在体能出现問題，看現在他也出拳也不精。雙方此時也是進入了一個白熱化階段，體能消耗還是很大的啊。我們的玉虎也是有一些乏力了。一番的壓力啊，確實在第二回合看能不能在體能上盯下來。他要用腿法控制距離，不要近身。那麼在這個比賽之前，我和王玉虎也進行聊天，他說我們現在山東隊打完冠軍賽和錦標賽之後，哦呦，也許是這個馬佐爾在前期太過於消極了，我們的玉虎也是打出火氣來了。這一拳打的是結結實實啊，有一點，但他不會打內圍。是的，所以還是要保持這個詹馬佐這距離。詹馬佐這個時候啊，重拳慢慢的顯露出來了效果。場上裁判龐洪超告誡這個王玉虎不要再摟抱，你再摟抱就对手要扣你分了。這個我們所提到在第一回合比賽裡衝得太猛，體能下降。對，這個實話實說，我也不喜歡這樣的選手啊。這個只要一碰到馬上就抱住，您可以看到，你看馬佐爾又開始抱了，你這搁誰能受得了？已經是找回了自己的節奏。對於王玉虎來說，如果是跟詹馬佐爾玩這樣的節奏的話，對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這種節奏，他是沒體能。因為第一次打昆崙決，他不知道這3回合怎麼打，我分配體能是不會的。昆崙決這個激烈的，他要對體能有保證。現在王玉虎非常奮力的進行。哎呦，這幾記低掃好看嗎？好看，拿臉換的。被我們的玉虎也數次直接命中頭部啊！對，人家距離有這麼高，這就是典型的體能下降一個徵兆。看，自己腿都軟了。剛才這太可惜了一點啊！剛才第二回合不僅僅是詹馬佐爾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的節奏，王玉虎的體能呢也面臨着嚴。好的，第二回合正式結束。這個馬佐爾啊，拳打得太窩囊，也不知道這種人是怎麼被評為美國拳王的。可以看到馬佐爾這個戰力打的啊，其實挺一般的啊，他這個可能是各項實力都很平均吧。讓我們來看一下第3回合，我們的玉虎能不能 KO 這個囂張的詹姆斯馬佐爾？裁判也是看不下去了，這瘋狂的抱身，已經是第3回合了啊。好的，漂亮！這一记抱摔啊，也是我們的玉虎力气很大，馬佐爾也是沒有什麼體能了。但他的迎击拳還比較準，是的，王玉虎在迎擊的時候打了2個迎擊，他就靠這個右手的後手。这拳腿中准了，是吧？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個他從第2回合已經慢慢的找回自己的狀態，到第3回合完全控制王玉虎。詹馬主要是挑戰自己的體能，是的，而且詹馬佐爾呢，他非常善於頂。哎呦，漂亮一記高掃，直接命中啊馬佐爾的脖頸。我們來看看他能不能站起來。哎呦，沒想到馬佐爾這小美國佬還挺抗揍。好，那麼比賽繼續。這是一個戲劇性的一種場面，在場面戰油槍平打，突然王玉虎一個又高掃，突然高掃一個上頭，給對方打倒，場上裁判給他扣2分，這個成績就奠定他的勝利。好的，漂亮！一記側踢，又一次將馬佐爾擊倒。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馬佐爾站起來很快啊，我們的玉虎不要給他任何機會，能再踹一次啊，這個小美國佬就完了。對，這比賽沒懸念，這比賽就沒懸念了，打得非常好。2次強攻3分沒了，對不對？儘管第2局肯定輸了罰，可能馬佐爾贏了，但是第3回合2次強攻3分。好的，漂亮！裁判宣布比賽結束，我們王玉虎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
這個嚣張的美國老馬佐爾終於是受到了正義的制裁，让他知道中国人不好惹，而且踢你的狗头也是相当轻松。KO 的方式，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第3回合冷招，你说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吃软腿上头，看，对，这个太棒了，这是第一次，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一個選手在場上的比賽，一個選手在場上的比賽更是一個團隊的作戰。王玉虎連續3個側踹 KO 了詹馬佐爾的同時，留腿披掛劉海龍微笑着從我們解說台旁邊走過。美國特種兵拳王來華15連勝，中國小伙衝上台連踢3腳幹斷他狗腿，霸氣 KO。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精彩的中美對局。首先出場的選手是美國選手安東尼奧，他今年35歲，是美國的特種兵拳王，擅長搏擊格鬥術。他來華已經是15連勝了，其中有10場是把我們的中國選手給打成了重傷。而且這個安東尼奧還揚言中國人絕對不可能是我的對手，任何中國選手遇見了我，都會被我打進棺材裡。這麼囂張的話語自然是引起了我們中國選手田心的不滿。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中國選手田心。田心今年34歲，他是我國的散打運動員，諸神之戰的熱門選手，擅長是一塊打慢以巧破拙，以及他閃電一般的連續出拳，刁鑽至極的高掃腿，可謂是全商極高啊。田心這次呢，就是來為中國選手復仇的。面對安東尼奧的囂張言論，我們的田心也是霸氣表態，今天要踢斷安東尼奧的狗腿，讓他爬着滾出擂台。那麼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1回合比賽正式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身穿黃色短褲的就是我們的中國選手田心，而身穿黑色短褲的則是美國選手安東尼奧。這個安東尼奧是非常擅長近戰搏擊格鬥術的，他的拳腿也是很厲害。我們可以看到，在比賽的一開始，他就是進攻慾望十分強烈，想迅速壓倒我們田心選手的氣勢。但是我們的田心選手並沒有害怕，而是沉着應對，積極防守。非常漂亮的2記高踢，看來我們的田心選手不光是防守做得好，而且時機找的也是很棒。腿部一直都是我們田心的優勢。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田心的高掃腿確實是很刁鑽啊。那麼根據賽前有關人士的透露我們這個田心呢，在賽前腿部是受了一定的傷，這場比賽也可以說是帶傷出戰。帶傷出戰，腿還能踢得這麼好，不得不說田心確實是非同常人吶。非常漂亮的頂膝，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安東尼奧是有一些招架不住了，在欄邊非常的痛苦。這個安東尼奧確實是想逃出欄邊啊，但是我們的田心根本不給機會。連續進攻讓安東尼奧進退不得，非常的憋屈啊。我們可以看出安東尼奧也在嘗試改變自己的打法，選擇與田心近身纏鬥。但是我們的田心這個防守做的也很好，不給你這個機會，
任你怎麼近身，我直接退走就是了。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我們的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賽的精彩回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甜心確實是以巧破拙啊！在第一回合比賽上，不僅進攻打得非常好，而且防守做得特別到位。安東尼奧怕是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了。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那我們的第二回合正式拉開序幕。安東尼奧確實改變了自己的作戰方式，選擇是快速的擊打，近身纏鬥。哎呦，甜心的腿法確實犀利啊，直接找機會把安東尼奧給踹倒了。我們來看一下安東尼奧能不能起來。好的，安東尼奧起來了，但是甜心貌似不想給安東尼奧機會，逼到欄邊，又是一通組合快拳。看來安東尼奧已經脫力了，放棄了抵抗。我们來看一下安東尼奧還能不能站起來。看來安東尼奧恢復了一下狀態，但是我們的甜心還是不給機會。一將勝有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安東尼奧再一次被打倒在地。好了，安東尼奧已經沒有體力再戰了。那麼讓我們恭喜我們的甜心獲得了本場比賽的勝利。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比賽的精彩回放。其實在第一回合的時候，這個安東尼奧的節奏就已經被我們的甜心給打亂了，而且我們的甜心拳商確實是高，抓住了第二回合的很多機會，數次擊倒安東尼奧。哇，第二回合真的是十分精彩呀，踢的是腳腳到肉了。那麼讓我們再次恭喜我們的甜心獲得本場比賽的勝利，希望在接下來的比賽中他能夠再接再厲，為我國繼續爭光。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讓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喂，李景亮，你長得是有夠醜的，你看我有多帥，我的身材無與倫比，你這身材爛得過分，姑娘們為我瘋狂，可是見到你就會逃跑。我在中學裡就是老大，而你估計只能做個跟班。你覺得你能打倒我？吸血魔，我才是吸血魔，而你就是一個普通人。說實話，你看上去像是個原始人，我不喜歡你。聽說你散打很厲害，但是我們現在玩的是綜合格鬥，你在綜合格鬥的賽場上還厲害得起來嗎？一句話，你是個練散打的，不是綜合格鬥的，而我是個綜合格鬥高手，這不是散打比賽，而是綜合格鬥比賽，你聽明白了嗎？他是韓國有史以來最有實力的綜合格鬥一哥，打法兇殘，嗜血成性。每一場比賽和他交過手的對手非死即傷，深不見底的體能，再加上近乎變態的抗打擊能力，給無數對手留下慘痛的陰影。就連韓國總統都曾親自給他頒發獎杯，他就是韓國拳王裴明浩。然而這場比賽他卻遇到了中國吸血魔李景亮。他是我國最優秀的散打運動員之一，綜合實力極強，
無論是地面還是站立，進攻亦或是防守，都能給對手帶來無盡的夢魘。比賽結果究竟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好的，亲愛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解氣的中韓對局，那麼就是我們的中國吸血魔李景亮大戰韓國拳王裴明浩。您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的中国吸血魔李景亮，非常強的一名选手，實力過人，無論是地面還是站立都非常的厲害。而他的对手就是來自於韓國的拳王，人送外號野獸的裴明浩。這個裴明浩在賽前啊多次挑衅我們的李景亮，說我們的李景亮長得醜。而各位觀眾仔細看一看啊，這個裴明浩長得不好看，像一個大猩猩一樣。如果說顏值的話，我覺得我們的李景亮更帥。這個裴明浩長得太過于猥琐了，像我們卡尺眼的樣子。好了，那麼我們闲言少敘，第一回合比賽馬上開始。那麼3回合比賽，每回合5分鐘的一個賽事，我们來看一下雙方選手在第一回合的表現。那麼目前還是一個試探階段，我們的李景亮啊是一個慢熱型選手，也不是急於進攻的那種，是那種找到機會就會死死咬住。可以看到身穿白色短褲的就是我們的中國吸血魔李景亮，而身穿黑色短褲的則是韓國拳王裴明浩。這場比賽可以說是勢均力敵啊，雙方選手也都仔細研究了對方的這個出招套路。哎呦，想抱摔，但是沒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那麼在比賽之前呢，裴明浩也說了啊，如果李景亮想用這個站立來阻止我的地面，那麼我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對付李景亮。那麼看得出來也是很有信心啊。可以看到我們的李景亮這個抱摔啊，有點不太舒服，被裴明浩反制了。藍邊這個位置不是很好，最好是馬上掙脫。人呢，他也是非常的聰明和狡猾的。在參賽的方面呢，是裴明浩的經驗呢是略微比李景亮呢是多了一點，但是這場比賽呢，鹿死誰手還不一定。李景亮尋求地面的抱摔。現在兩個人在邊繩附近僵持住了。李景亮單抱可以看能不能把裴明浩摔倒在地。我們的李景亮一直在找機會，想半腿把這個裴明浩拖到地面，但是很明顯啊，雙方力量上來說還差不多啊。裴明浩很狡猾，也不是很願意讓我們的李景亮達成自己的心願。教練的指導，而在體能以及打擊力量方面呢，是受到了黑虎文森教練的指導。是長達半年的第一式訓練，今天晚上終於。李景亮要厚積薄發，是要奪取金腰帶。現在這個裴明浩呢，這裡呢他比較聰明，他靠近這個邊繩，靠近這個腳這裡啊，使得李景亮呢再怎麼發力呢，很難把他摔倒。現在他轉過身來，李景亮靠住了腳上。大家看到裴明浩是一直進行主動的，但是李景亮的面部表情還是非常的放鬆。這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裴明浩在投訴啊，說我們的景亮抓繩子了，這個都已經打到攔腳了，又不是故意的。裴明浩事兒也挺多。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李景亮依舊在試圖跟裴明浩打地面。裴明浩也是趁裁判沒有看到，也抓了一下繩子，使得李景亮對白費力了。屬於一些技術的細節，這也是在繩圈戰中呢，運動員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細節，也就是經驗的來源呢。對，如何去利用場地？現在兩人呢都是力爭能夠堅持站住啊，這個防止被摔倒。好，觀眾朋友，您在觀看我們比賽的時候，還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我們的微博，第一時間能夠獲取武林傳奇亞太綜合格鬥冠軍賽的內部消息。歡迎大家登錄我們的微博。好的，雙方在欄邊纏鬥了有3分鐘左右，裁判示意雙方來到中場，不要消極比賽。可以看到啊，這個裴明浩打拳好騷啊，這個小立臀，提臀這個感覺非常的猥瑣。漂亮抱上腿成功了，地面压制不要給裴明浩任何機會。可以看到啊，我們的景亮這個位置拿得非常的好，裴明浩也是沒有過多可以施展的地方。現在你看裴明浩
真的是比較靠貼到了绳子上，这样使得李景亮呢能够在很难再做下一步，然后这个裴明浩迅速的站了起来，又站了起来。现在李景亮又拿到了把位，非常不错的把位。但是裴明浩大家看到他的右腿呢勾在李景亮腿的外侧，来化解李景亮的摔法的力量。裁判又再次把双方分开。这场比赛啊，真是势均力敌啊！在形成相持的这样的状态，用腿探路。那麼距離本回合比賽還有30秒左右，看一看我們的李景亮還能不能再找一個機會壓制這個裴明浩。正準備下前的時候，這個被打了一拳。第一回合比賽還有10秒鐘。雙方可能是這樣防住，把這10秒鐘耗掉。沒錯，不會再。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回合比賽雙方選手的精彩回放。可以說啊，在第一回合這個裴明浩打得很穩啊，沒有給我們李景亮太多的機會。當然，我們的李景亮本身也是一個慢熱型的選手，節奏是隨着回合逐漸變強的。那麼讓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回合，我們的李景亮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表現。在第二回合的比賽裡面，雙方已經進入到了細肉部分了。好的，第二回合雙方這個進攻慾望明顯是增強了，尤其是我們的李景亮也是逐漸的加快了自己的節奏。哎呦，我們的景亮這個抗擊打能力還是很強的啊！可以看到裴明浩有一些這個狀態有些放鬆，把戰架鬆下來了，想消耗我們李景亮的專注力和精力，這有一些扯淡。我們的景亮本身就是一個慢熱型選手，不會被這種心理戰術所影響。今天作為李景亮來說，從體力的準備還是很充分的啊。對，他體力是非常充分。這個作為裴明浩來說呢，還是相當聰明的一名選手啊。在今天呢，多次採用靠邊繩的這種辦法呢，防止了這個李景亮的抱摔。大家看到李景亮呢，剛才是幾記前掃踢呢，是遏制住了裴明浩的進攻。作為李景亮來說呢，出拳的時候注意自己的節奏，剛才呢是差一點露出破綻。裴明浩作為經驗豐富的老運動員啊，其實雙方年齡差不多哈。對。可以說作為經驗豐富的運動員啊，他現在還是比較穩。剛才你看，在李景亮掃踢同時，他同時出拳，剛才李景亮呢也是一記前拳打中了。這個雙方從身形來看的話都差不多，無論是臂展還是腿長。但是這個裴明浩確實也是經驗豐富啊，可以看到一直在打一個前拳。不會輕易的跟我們的景亮打這個近身，很怕沒抱摔，還是不願意打地面的。將近2分鐘的時間，剛剛李景亮想下潛，但是被裴明浩一個環繞步化解開了。雙方現在一直是在鬥心，那個單抱腿看有沒有，但是裴明浩拿到了一個斷頭台的把位。這裴明浩又是先往後，漂亮，又是一次非常棒的抱摔。可以看到這個裴明浩的反制還是不錯的啊，但是體能可能是消耗過大，不要給這個裴明浩太多機會，持續的這個砸擊，盡可能的禁錮住他。可以看到裴明浩這個不願意打地面是有原因的啊，一給我們的景亮打地面很難受。你看這個裴明浩又是靠在邊繩上在喘息，對，因為他要靠着邊繩的支撐讓自己站起來。對。李景亮現在的上位控制是非常的到位，非常漂亮。然後裴明浩想必也是很久沒有嘗到過這樣的苦頭。好，還是回到場地中央，以相同的姿勢開始。其實裁判也注意到了，裴明浩竟然利用這個邊繩啊。對，因為雙方在邊繩旁邊呢，很容易是出了擂台。裴明浩在下位開始制造空間。你看裴明浩，他要明顯的對，往邊上靠。非常小心的，現在是裴明浩也是相當狡詐，可以看到箍住了我們景亮的一隻手。我們的景亮能不能在這次地面上佔據優勢，就看我們景亮的下一步動作了。還有1分45秒，比賽結束。
跑出来了，跑出来了，非常好，非常好。哎呦，可以看到啊，这个裴明浩起来的很快啊，不想跟我们景亮打地面了。但是我们的景亮就是一個字兒黏，你不想打，不是你能決定的，而是看我決定。哎呦，裴明浩的本力啊，真是非同一般。对，刚才裴明浩的襲擊，最後的1分15秒。这個裴明浩也在喘着粗氣。裴明浩的表情告訴我們，我遇到了難題了。這次對，真的是遇到難題了。哎呦，不得不說啊，這個裴明浩這一個抱摔非常的精彩啊，也是一個半拿背的狀態。我們的景亮被禁錮的死死的，看一下我們的景亮有沒有什麼辦法掙脫。距離本回合比賽結束還剩下50秒左右。還是說裴明浩能夠改善自己的姿勢，拿到更好的姿勢呢？誰能獲得金腰帶，就看着最後的30秒時間。但是這個拿背呢，對於裴明浩是非常不利，他屬於半拿背，而且是李景亮的手呢是干擾着他做更多的動作。那李景亮呢，剛才這個摔呢也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所以李景亮現在也是要抓緊時間喘息一下，積蓄一下力量。這個姿勢對於雙方來說都在李景亮出來了，但是呢，裴明浩現在想用三角鎖，李景亮表示不屑。對，時間也差不多了，基本上沒了。好的，第3回合比賽結束。可以說啊，這一場比賽真的是十分精彩，雙方選手都是各展所能。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景亮這個實力更強，可以看到我們的景亮也是很開心。我相信最後獲勝的也一定是我們的景亮。好的，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韓國選手賽前惡意推搡中國選手，中國小伙當場霸氣回懟，上場後追着暴打求饒。好，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的比賽由趙小亮對戰崔逗浩的一場中韓大戰。首先出場的就是咱們中國少將趙小亮。熟悉趙小亮的都知道，他自幼習武，先接觸散打，後轉戰自由搏擊，獲得過的冠軍呢不計其數，世界級金腰帶也是拿了5條。而接下來出場的就是來自韓國的這個韓國棒子崔逗浩，這小子賽前極其的猖獗呀，不僅推搡咱中國選手啊，還辱罵中國觀眾。賽前竟揚言趙小亮1回合就能 KO 他，還聲稱中國人不配與我大韓國作戰，你們就是亞洲奴隸。此時啊，穿着火辣的小姐姐舉牌，於是第1回合馬上開始。這個韓國棒子崔逗浩啊，這真是極其的猖狂啊。好，比賽呢已經開始了，讓我們回到比賽，也讓咱們期待趙小亮如何擊垮這韓國的棒子崔逗浩的。這時啊，第1回合已經正式開始了，這雙方都在拼命的這個試探，都不敢這個貿然的進攻。由此可見，紅色短褲啊沒有錯，正是咱們的中國少將趙小亮。黑色短褲啊，就是來自韓國的棒子崔逗浩。 역시 간을 좀 보고 있는 이길수입니다. 태클을 못 들어오게 어퍼컷을 또 준비를 하고 왔습니다. 거리가 멀었어요. 此时这双方啊都不敢这貿然的進攻啊，咱們的趙小亮也是一直在控制這個安全距離，保持自己的節奏。 此時，咱們的趙小亮直接抓到了這個機會，上來就是一記重拳，直接把這個崔逗浩打晃了。 자, KG 들고 일어나려고 하고 있습니다. 이길수 팔. 하나 던지기. 네. 자, 백을 잡아보려고 하고 있는데요. 이길수 잘 그냥 누워 있어야 됩니다. 누워서. 此時，這雙方啊都展開這個地面的戰鬥，咱們的趙小亮啊也是被壓在身子底下，很難受。趙小亮也是一直在找這個機會掙脫。 네, 그래서 양쪽 세컨에서 계속 호흡해달라는 그라운드 20초 경과 이야기를 해주고 있습니다. 하이트 클럽 때도 저런 그림이 약간 좀 나왔었거든요. 네. 이길수 선수는 그냥 저 상태로 가만히 교착 상태 유지하면 됩니다. 그렇죠. 하지만 또 這是通過裁判示意，雙方回到了站立戰鬥啊。這個咱們的趙小亮再次控制這個安全距離，雙方都開始展開拼命的輸出。 살아나도 3초 지나면 할 게 없으니까. 일부 10여 초 남아 있습니다. 두 손 살짝 뒤쪽으로 빠졌었던 손지훈. 둘 다 데미지가 있습니다. 한 사람은 이제 몸에 데미지가 있고 한 사람은 이제 턱에 데미지가 있기 때문에.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 확실히 이길 선수가 복싱 국가대표 출신이라 타이밍이 예술입니다. 네, 그 뒷손에 걸리지 않아야 되는 손지훈이고요. MMA에서 안아 던지기가 참 나오기가 어려운데 확실히 서로 이제 MMA에 대한 이해도가 별로 없으니까 나오는 거 아닐까. 这局比赛呀，咱们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赵小亮这局比赛打的是非常老成的，而且这前后手的这个手架非常的完美，这个进攻方式也是极其的凶猛。 힘이 많이 들어가고 있습니다.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也是展开双臂，告诉对手这个我无所谓啊，我现在很轻松。 시간 얼마 없습니다. 킥을 좀 던져보려 했던 손지훈. 10초 전. 김주현 선수는 좀 가드를 좀 올릴 필요가 있습니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 절기가 쉽지 않을 수 있습니다. 자, 1라운드 시간 얼마 없죠? 3분 3라운드.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到此结束。 야, 뭐 이색적인 경기가 좀 계속 나오고 있습니다. 굉장히 재밌네요. 네. 此时啊，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2回合马上开始。 아주 적극적으로 태클을 시도했던 건 아니지만 또 공격도 허용.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一回合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的这个赵小亮啊，手架、进攻方式都是极其的完美。 同时，这局比赛呀，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崔斗浩啊，他这个进攻方式啊，没有太大的特点。 네, 움직임이 싹 좋아 보이진 않았습니다. 뭐 디펜스 지금 디펜스를 좀 준비한 것 같은데 확실히 레슬러들의 그 압박이 사실 그 나오기가 힘들어요. 요령이 또 있잖아요. 그렇죠. 레슬러들만의 또 요령이 있기 때문에 압박 자체가 달라요. 레슬러들의 그 압박이. 자, 1라운드가 이렇게 마무리됐습니다. 지금 이길수 선수 자꾸 오픈 핑거에 왼손 손가락을 자꾸 만지는데 나간 것 같죠, 손가락? 살짝 좀 다친 것 같습니다. 네. 복서들이 MMA 데뷔하면 엄청 많이 손가락을 다치거든요. 아, 글러브. 그렇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正式开始。 자, 뒷손 언제든지. 근데 바디 쪽이 자국이 선명하긴 합니다. 이길수 선수. 자, 앞손 터치가 좀 많아지고 있죠. 또 걸렸습니다. 네. 쪽으로 좀 빠졌었고요. 커버링을 좀 올리고 해야 될 것 같습니다. 네, 계속 이제 어퍼 이후에요. 자, 스탠스 살짝 바꿔봤었던 손지훈. 아무래도 손지훈 선수가 왼손잡이기 때문에 혹시 이점이 더 많은데 이점을 살리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자, 태클 시도. 자, 태클 다운. 성공. 다운. 이길 선수 여기서 그냥 제가 보기에는 시간을 끌 것 같습니다. 30 동안. 此时啊，双方都在这个笼边呢，展开拼命的挣扎。咱们的赵小亮呢，也是死死的锁住了这个崔斗浩的头部。 자, 근데 아까 태클 허용했을 때보다 좀 더 여유가 생긴 이길수 선수입니다. 다리 빼야죠 이길 선수. 네. 다리 다칠 수도 있습니다. 자, 리킥. 자, 밀어냈습니다. 손지훈 선수는 이제 앞으로 나가야죠 레슬러인데. 네. 好，咱们的赵小亮一记重拳呢，把这崔斗浩啊打晃了啊。 안 되면 자기가 평소에 안 당해봤던 공격이기 때문에 계속 당하면 이제 체력이 이제 게임으로 말하면 깎인다고 해야 되죠. 아, 그렇죠. 근데 손지훈 선수도 좀 티는 안 내려고 하고 있지만 아까보다는 좀 호흡이 거칠어지고 있습니다. 이길 선수 킥을 썼어요. 네. 마찬가지로 킥. 많이 벌어지고 있습니다. 두 선수 모두. 사실 지금 두 명 다 굉장히 힘들 거예요. 그렇죠. 일단 케이지 중앙 쪽으로 다시 들어와 주고 있습니다. 서로 무기가 강력한 게 있기 때문에 서로 이렇게 섣불하게 못 들어가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그렇죠. 네. 자, 원거리에서 앞손. 자, 킥 뒤쪽으로 빠져주면서 확인했습니다. 타임 스탑. 此时啊，裁判叫停了这双方的比赛啊，对这个崔斗浩也是进行这警告。 아마 이제 그 이길수 선수 쪽의 세컨 쪽에서는 우리가 했던 훈련의 절반도 안 한 체력 상태다. 훈련을 좀 생각해라라는 이야기를 좀 하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손지훈 선수 지금 경고를 먹었습니다. 네. 지금 원래 지금 둘 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这第2回合呀，还有1分鐘就要結束了。 거리가 좀 멀긴 해요. 이건 이길 선수가 도망가면 이길 수 있어요. 2점을 뺏겼기 때문에 이미. 이길 선수는 안정적인 운영을 하면 이깁니다. 네. 이미 2점이 감정이 됐기 때문에.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对这个崔斗浩啊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直接就是一頓的輸出。 계속 커지긴 해요. 자, 다시 태클. 자, 뽑았습니다. 뽑았습니다. 다운. 이길 선수
저거 당하면 이제 숨 막히거든요 이제. 네. 자, 합가드입니다. 자, 그라운드로 끌고 가긴 했는데요. 스탠딩 쪽에서의 유효타는 이길 수가 좀 나오긴 했지만 오히려 택다운은 계속 손지훈이 가져가. 这时双方啊都展开了地面的挣扎。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2回合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了。 패스 부분이나 뭔가 방어적인 기술이 좀 많이 익힌 상태인 것 같습니다. 네. 파운딩도 못 치게 왼팔 딱 감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2回合到此结束。 야, 자신들의 무기들을 계속 서로 섞어가면서 라운드를 좀 보내곤 있는데 체력이 관건이기도 하고. 此时，穿着火辣的小姐姐举牌，于是第3回合马上开始。 그렇지만 그 이후에 뭐 유효타가 나오진 않았습니다. 공격이 없었기 때문에 점수를 따기 힘들었고 그리고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看一下第2回合的精彩回放，同时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这第2回合呀，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赵小亮啊，这进攻方式真的是非常凶猛，而且这个拳头的力量啊，很强悍。 있는 느낌이 또 아니기 때문에 꽁그려가지고 네. 안에 들어가 보면 세컨 아웃. 아, 2라운드까지 마무리됐습니다. 이번 매치 이후에는 이제 파이트클럽 선수들은 아니지만 배동현 선수 대 정호연 선수의 아주 묵직한 경기가 경기가 좀 기다리고 있어요. 무제한급이고요.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正式拉开序幕。 3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마지막 라운드. 마지막 라운드입니다. 마지막 경기. 맞아요. 죄송합니다. 졸리신가봐요. 너무 몰입했어요. 아, 그렇죠. 워낙 경기가 또 재밌다 보니까. 자, 태클 시도. 태클 시도. 또 이길 선수도 아까 또 그 똑같은 이제 작전을 실행하겠죠. 클린치에서 개기는 버티는 전략을 하겠죠. 네. 자, 확실히 이기루 선수가 일어나는 동작을 많이 익히고 있네요. 그렇죠. 지금 니킥을 날려줘도 괜찮거든요. 자, 목 쪽에 원투. 자, 다시. 후드보 조심. 네. 스프롤로 수비를 해내는 이길수입니다. 此时，咱们的赵小亮一直在找这个机会来挣脱这个崔斗浩的束缚。咱们的赵小亮现在也成功这个手啊，能拿到了这个内把位。 30초를 레슬러인데 엄청 불리해요. 할 게 없기 때문에. 호흡해주면서 버티고 있습니다. 스탠딩. 네, 아예 이제 적극적으로 태클을 하겠다는 마인드를 갖고 있는 손지훈 선수입니다. 자, 사이드로 돌아주는 이길수. 이길 선수는 이제 여기서 이제 마무리만 잘하면 이제 이기는 거의 경기거든요. 네. 아까 그 태클 나올 걸 예상해서 어퍼도 좀 많이 심어줬었던 이길수인데요. 자, 손지훈 입장에서는 흘러가는 시간이 좀 야속하게 느껴질 수 있습니다. 훅을 한번 휘둘러 봤었던 이길수. 此时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咱们的赵小亮啊，这个体力方面还是非常充沛的。 소비를 많이 한 것 같습니다. 키퍼를 살짝 짧았고요. 1분 10분 남았네요. 네. ARC만의 룰입니다. 30초 룰. 그리고 원래 경기장보다 좀 작아요. 사이즈가. 1분 전. 자, 럭키. 태클도 좀처럼 나오지 않고 있는 손지훈 선수입니다. 체력이 빠지면 태클도 목은 못해요. 손을 못 올립니다. 자, 뒷손 마저 뻗진 않았고요. 됐어. 자, 커버 위쪽. 바디. 손지훈 선수 원래 스타일이 가드를 안 올리고 하나요? 파이트클럽 때도 그렇게 했습니다. 네. 자, 킥을 마저 뻗진 않았고 원투. 此时，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赵小亮这个进攻的趋势还是不减啊，这个力量啊依然是那么强悍。 스트레이트를 계속 노려주고 있는 이길수. 유효타들이 나오기 시작합니다. 확실히 타격이 10초 전. 사이드로 빠지는데요. 쫓아가면서 왼손. 시간이 얼마 없습니다. 혹시 타격의 영역에서는 이길 선수가 훨씬 잘하는 모습 보여주네요. 네.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第3回合到此结束。 이길수 선수의 경기가 마무리됩니다. 이게 스탠딩 상태에서의 그 공격은 이길수 선수가 좀 확실히 앞서긴 했었고요.
근데 결국 이 그라운드로 가서 경기를 마무리 짓는다는 게 얼마나 선수들에게 어려운 예, 일단 일인지 알 수 있을 저는 것 같아요. 솔직히 1라운드 안에 둘 중 한 명 KO가 날 줄 알았어요. 네. 이렇게 또 판정까지 갔고 또 일단은 MMA니까. 근데 서로 이제 이 사실 KG 프로 데뷔전 한다는 것 자체가 굉장히 좀 영광이고 본인들이 꿈꿔왔던 무대이긴 할 텐데 앞으로 더 좀 발전할 부분들이 많이 보이기도 했었습니다. 고쳐야 될 부분이 엄청 많죠. 역시 둘 다 이제 지금부터 옛날로 따지면 이중격 투기의 성향을 제일 많이 띠는 아프리카 경기라고 TV 모두 챔피언십 그런 경기였어요. ARC 한 명은 007 완전 레슬링만 하고 한 명은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局比赛呀就接近了尾声了。最后的结果呀，毋庸置疑，一定是咱们的赵小亮获得冠军。恭喜赵小亮荣获最终的赢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条视频呢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期待我们下次再见。他是中国太极拳的领军人物，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强力地融合到了一起，把太极拳带到了国际擂台，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了无数来中国踢馆的老外。华丽的腿法，凶狠的出招，经常看呆现场裁判以及台下老外。他就是太极拳传人韩飞龙。然而，偏偏有嚣张的老外不信邪，前来中国挑战韩飞龙。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太极拳，更別提什麼以柔克剛。下個星期吧，我去中國，最多2分鐘將他們打死。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對局，沒有錯啊，又是一場暴打老美的精彩比賽。好，我們看一下，首先出場的白袍小將，他便是我們的中國太極拳實戰第一人韓飛龍。好，韓飛龍師承我們中國的太極拳大師王占軍啊，這是王占軍的關門大弟子。好，我們看比賽還沒開始，韓飛龍已經是在擂台上打起了太極拳，看着身段啊，看着氣勢，絕對他是一個高手。好，那韓飛龍呢，無論是在我們中國武術還是在我們中國的自由搏擊上，他都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為什麼？因為他把我們的中國武術太極拳和自由搏擊以及散打融合到了一起。也形成了他一個個人啊比較獨特的一個打法啊，一般人還真學不來，因為你想學他的話，首先啊你得有一個太極拳的功底，所以說想做韓飛龍的徒弟啊，那難度係數是非常大的。而且據說韓飛龍呢，現在他也僅有2個弟子啊，所以說是個收徒啊很苛刻。好，本場比賽的舉辦地點正在我們中國的賓川啊，也是我們中國的這個葡萄之鄉。好，沒有錯，比賽馬上開始了，讓我們看一下雙方選手本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我們仔細看，紅色拳套，白色長褲啊，非常的瀟灑，他便是我們中國小將韓飛龍。而藍方選手呢，則是賽前猖獗至極啊，揚言說這個2分鐘啊就可以打死我們中國選手，而且蔑視中國武術的美國拳王索德里格斯。對方還稱不上是拳王，但的確是冠軍啊，美國的踢拳冠軍。好，漂亮飛機。看一下，時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的韓飛龍啊，他的武藝是精進了還是退步了？據說這1年韓飛龍是閉關修煉。好漂亮，雙方的換拳，前手的平勾有打中，漂亮！擊腿後的涮摔，這一下的話也是韓飛龍的經典招式。好，連續的後退，韓飛龍，哎呦！連續後退後的一個捨身踢啊，這都是韓飛龍他比較擅長的一些這個經典啊，屬於他個人的招式。實際上現在一說起太極拳呢，很多人啊第一想到的都是韓飛龍啊，他已經成為了太極拳的標籤啊，像張三豐一樣，好漂亮，哎呦漂亮！這個我們看對方明顯是有點晃，這一腳感覺是掛到了脖子上。哦呦，漂亮！又一次，又一次！本場比賽的第2次擊倒。韓飛龍今天的狀態的確是不錯。
而且我们看韩飞龙他的步伐也很轻盈，很飘逸，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很精准啊，因为他比较擅长腿法，所以说把这个距离一般来讲呢会控制到相对来讲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好，发生了意外情况，韩飞龙刚刚是不小心啊踢到了对方的这个裤裆上，这一脚肯定不是故意的啊。看对方痛苦的表情，这一脚应该是挺狠的。哦呦，我们看对方啊，模仿韩飞龙啊来了一个舍身踢，这也属于小巫见大巫了啊，班门弄斧。这场比赛也很难得，韩飞龙在身形上，我们从侧面上看的话是有优勢啊，比對方明顯是要壯很多。這對方造成的衝擊力啊也是不小，好漂亮！又一次，哦呦，超近距離的高鞭腿。好，我們看對方，這一下的話也是有點站不太穩了。實際上在韓飛龍之前呢，有非常多的人質疑說太極拳的實戰能力是不是太弱了啊？好漂亮！剛剛是一個凌空的飛踢，哇，又來了！今天韓飛龍把所有他會的啊和出名的招式，新的老的一股腦全用了出來。看來韓飛龍他閉關修煉1年，這個成果還是非常不錯。好，這裡讓我們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我們看韓飛龍今天穿的這個褲子啊，這個布料也是非常的飄逸，那麼這也是能讓韓飛龍的腿法跟武藝啊有更好的一個表現啊，看起來更加的瀟灑。好，雙方的話，不好意思，哦呦，這個招式很厲害了，雖然說沒有成功，但是一旦成功的話，韓飛龍剛剛這一腳的話會直接撂倒對方。我們看一旦到了近距離，韓飛龍的話也不選擇出拳啊，對方的這個美國選手啊，他很喜歡模仿韓飛龍的舍身踢。應該有很多觀眾朋友並不是很清楚啊，韓飛龍在打本場比賽之前呢，他打過的選手啊，大部分來講都很高很壯，以前還打過這個美國特種兵和波蘭巨獸。長得都很高壯，所以說今天打一個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選手啊，我相信對於韓飛龍來講呢是很輕鬆的。好，劈掛腿，韓飛龍的腿法真的是玩出了花樣。將來如果在體育類目上如果有一個項目叫做腿擊比賽，我相信韓飛龍絕對能拿冠軍啊。我們看到了近距離之後，韓飛龍也是幾乎不和對方去拼拳，把更多的體能和注意力啊還是放到自己腿法上。而且我們看韓飛龍今天他的防守上做的也是非常的緊密，對方很難去打穿。什麼情況？給到裁判還打了一拳，而且我們看對方的牙套啊都被打飛出來了。好，看來韓飛龍今天是誰的面子都不給，不只是對方的面子我們不給啊，連裁判的面子我們也不給啊。好，你看對方的所有的重擊呢打在韓飛龍的身上，都是沒有效果。而且我們看對方現在的整個，哎呦，又一次。對方現在整個人，這個索德里格斯呢，明顯是連站都站不太穩了。那麼說他是一隻軟腳蝦，完全不過分。好，又一次重擊打翻。我們看，再一次把這個囂張的美國選手再一次打趴了擂台上。我們看還有機會，在最後的時間，韓飛龍如果能再一次完成擊倒的話，那麼這個比賽我們看，哎呦，裁判終止了對局。對方險些被韓飛龍打飛出了擂台啊，觀眾朋友們。好，韓飛龍時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他的狀態依舊是不減啊，比當年感覺還要厲害了。好，觀眾朋友們，讓我們恭喜這位太極拳的傳人、太極拳的大弟子韓飛龍戰勝了對手。我們看，韓飛龍在擂台上又擺出了自己招牌的姿勢啊，打起了太極拳。
好，那同时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装逼为飞起来！你看，哇，穿透性还是在的。哇，后手打蹲板。美国2米巨人拳王来华踢馆，惨被中国大力士一拳打飞，紧接着更是乱拳打碎头骨，险些身亡擂台。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們，您現在收看的是一場十分精彩的中美對局，我們的中國最頂級重炮手李龍大戰美國2米巨人拳王盧卡斯。你可以看到比賽一開始，雙方就進攻慾望很強，火氣很重。那麼這個美國巨人拳王在賽前也是囂張揚言啊，你們中國人就是一幫矮小的侏儒，你們只能打到我的膝蓋，而我卻能一拳打爆你們的狗頭。您聽聽，這是人說的話嗎？所以說我們的李龍也是霸氣出山，表示一定要幹碎這個盧卡斯，讓他知道中國人有多猛。好的，讓我們回到比賽。您可以看到我們的李龍啊，面對這個盧卡斯，哎呦，顯得就是有一些矮了，但是不重要。我們的李龍身為最頂級的大力士啊，從小力大如牛，10幾噸的卡車輕易拉動，而且是創造過吉尼斯世界紀錄，將一個客機拉動了300米，可以說是90後最牛的大力士。的這個戰術運用非常的靈活，他又有高掃踢，又有這個。也可以看到盧卡斯也是在一開始啊，這個發動了一個猛攻之後，發現我們的李龍，哎呦不好對付，馬上啊轉為了這種慢打的節奏，試圖跟我們的這個李龍拖節奏啊，不是一個很明智的行為。那麼這個盧卡斯呢，他本來是來中國挑戰我們的另一位重炮手，也就是張之磊，但是之磊最近啊是忙着跟這個喬伊斯打2番戰做這個準備呢，所以說沒搭理他。一氣之下挑戰了我們中國最弱的幾個中國選手，給打成殘廢了，其中呢有武僧一龍。那麼打比賽受傷是很正常的啊，但是這個盧卡斯卻惡意去打斷我們中國選手的雙臂，簡直就不配稱作為人。後手重拳一直在等着，而且他的拳路變化也比較多，他有勾拳，有摆拳，有直拳。那現在前手刺拳在不停。好的，我們的李龍還是在找機會啊，畢竟對手很高啊，臂展和腿部都比我們的李龍要長。漂亮，打一個近身。李龍這個拳打得很冷啊。刺手那個前手的刺拳，他的點擊，而且穿透性很強。對了，他前手刺拳，他的上勾拳都是這個拳擊技術的體現啊。李龍的正蹬。哦，你看這個後手打中。盧卡斯也是有一些慌了。現在的話，這個主動進攻佔不到什麼便宜，打後手反擊速度又沒有我們的李龍快，可能是要考慮一下調整自己的戰術。飛膝，李龍也是還以顏色，來一個孤擊子膝。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你看大級別的選手較量，雖然說出拳的頻率不是特別高，但是每一拳。好的，第一回合比賽正式結束。讓我們來看一下雙方選手的精彩回放啊！比賽裡面，這個藍方選手盧卡斯確實給我們印象很深。第一個他對這個擂台很熟悉，對這個規則，更主要的，但因為他是連勝嘛，所以他這個自信心很強。這個盧卡斯的核心控制力還是很強的啊，各種各樣的花招也是頻出。但是我們的李龍呢，一招先吃遍天，只做好2件事：防守和進攻。盧卡斯在第一回合確實是沒佔到什麼的便宜啊。還差點被我們的李龍一拳擊倒。讓我們來看一下第2回合雙方選手能給我們帶來怎麼樣的精彩表現。他的前手刺還是很有穿透性啊。是的，這個盧卡斯在第一回合主要的拿點就在於他的這個前手刺拳，其實他的後手重拳並沒有命中太多李龍。反觀李龍的這個重拳也是有擊打過這個盧卡斯的。好的，裁判示意雙方選手稍安勿躁，第2回合比賽馬上開始。好，又到了雙方的第2個回合，他這上勾拳是2次打空了，對，距離沒把握好。哇，現在李龍還以一個高掃踢啊！那麼大體量的這種擂台賽的話，對於體能的消耗啊是很大的。我們的李龍也是氣喘吁吁啊。
你别看我们李龙这個頭髮上全是汗啊，對手是沒有頭髮，所以您看不出來有汗。現在雙方的節奏慢慢的變緩了，李龍也是一個假動作的高掃踢。確實這麼大級別在上面比賽，這個體能消耗多厲害。好的，再一次逼至藍邊，哎呦，飛膝漂亮！這一記重擺直接是給這個盧卡斯打晃悠了。好的，裁判過來讀秒，我們來看一下盧卡斯還能不能打。他在第一回合很多次的施展這個這個原地飛膝都沒有起到很好的效果。李龍對這個動作有了一個很好的預防，就是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對，這樣給李龍就機會了，給機會了。好的，很明顯我們的李龍不想給對手太多機會啊，又是一次逼着藍角對拼，漂亮。好的，數次迷之同步，裁判攔着比賽結束。我們看一下精彩瞬間啊，直接 KO 了盧卡斯，不愧是我們的中國重炮手李龍。那麼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